99%的花的死因都是因为浇水过多，特别是出现这5种迹象的话，再不拯救的话，有一盆算一盆，都活不久了。虽然听起来有些意外，但是在给植物浇水时，经常发生的情况往往是浇水太多，而并不是没浇够水。尽管知道浇水过量的危害，大多数经验不足的园艺爱好者还是会犯错，然后就导致水太多，影响植物进行气体交换，导致植物无法正常吸收氧气和营养物质。但这个问题也并不是没有办法解决，只要我们会判断花是否浇水过多了，然后再用花花总结的小技巧，就能让濒临死亡的盆栽起死回生。大家好，我是花花，今天分享一下植物浇水过多的拯救办法以及正确的浇水方法。拯救浇水过多的植物。1、判断浇水过多。首先，把植物从阳光下转移到阴凉处，因为就算是完全处于光照中的植物，也会因浇水过量而受损。其次，我们观察叶片的颜色，如果叶片呈浅绿或者黄色，说明植物土壤中的水分太多了。如果新长出来的叶子不是绿色，而是棕色，也同样证明土壤存在水量过多的问题。然后，我们要查看花盆的底部，如果花盆底没有任何排水孔，那么多余的水就会聚集在花盆底部，妨碍根部正常呼吸，损害植物健康。要想让植物重新焕发生机，你需要将植物转移到排水性能良好，并且有排水孔的新花盆里。之后，我们要学会观察土壤的颜色。如果盆土表面是因为过于潮湿而长出了绿色的藻类植物的话，那么毋庸置疑，一定是浇水过量，要考虑重新换盆。最后，还要检查植物是否有枯萎凋零、没有新芽长出等现象。上面说的4种现象，有任何一种都说明盆土过于潮湿，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对症下药，治花的病，救花的命。看到这里，如果你觉得对你有所帮助，记得奖励一颗小红心并订阅我哦。2、拯救浇水过多的盆栽。1、把植物置于阴凉处。如果土壤湿度太大，植物就无法将水分输送到顶部。虽然土壤在阴凉处干得更慢，但是植物的压力没有那么大。2、敲击花盆四周，把植物根部的土敲松，和花盆边缘分离。轻轻抓住土壤表面或者植物顶部，将植物取出。3、把植物放在花盆外面，建议把植物暂时放在金属网的烧烤架上，让流动的空气风干植物潮湿的根部，达到充分晾根的效果后再移盆。同时要观察植物的根部，健康的根系是白色的。4、准备一个带排水孔的花盆，在花盆底部铺上一些小石子，或者放上一张网格垫，为排水提供足够的空间。5、小心地把根系上的土清理干净，特别是有绿藻的土。6、检查植物的根是否有棕色或者腐烂的现象，这些棕色以及腐烂的根部，再次入盆前一定要剪除干净。7、把植物放进新的花盆，然后在根的周围填上新的土。8、如果室外非常炎热，就用喷壶在叶片上喷些水。这么做可以在不过度增加土壤湿度的前提下，保证植物获得适量的水分。9、等到表层土变干后，可以再浇少量的水。考虑到盆土一起流出需要打扫的话，可以在花盆底部垫一个托盘。3、拯救后的养护。因为是刚上盆的植物，所以浇水时表层土变干后就可以浇水了，不要等土壤干透了才浇水，因为这个状态下的植物干透再浇水的话，植物会一时无法适应，所以每次浇水前要检查土壤的湿度。再说说施肥，当植物有新芽长出时，可以在头2次浇水时一并施肥，因为只有健康的根系才能吸收肥料中的营养，根系吸收不了或者肥料过量的话，都有可能把植物烧死。等到植物康复浮盆后，可以每浇7到10次水时施1次肥。按照上面的方法，80%的植物都能被拯救成功。小提示：如果你总容易浇太多水，不妨去园艺店或者上网购买土壤湿度计，把探头插进土里，仪器就会显示土壤的湿度，每次根据仪器的数据来给植物浇水就可以了。
为了让我们的盆栽顺利生长，不出现浇水过多的问题，我们平时的浇水方法就很重要。下面就介绍一下所有花卉都通用的浇不死的浇水方法。如果你常常因为浇水养不好花，一定要看完哦。给花浇水时，首先要选对浇水的时间，因为正确的时间浇水，植物才能充分吸收土壤中的水分，才起到了浇水的作用哦。正确浇水方法：一、选择正确的浇水时间。一、尽量在早晨浇水。早上浇水更符合植物的生长周期。清晨来临，太阳高挂之前，植物便已经准备好迎接水分的滋润。除去温度最高的时候，一天中剩下的时间里，植物将从土壤中吸收水分。喝饱水的植物才能更好地抵挡酷热。如果等到中午或者午后，也就是阳光最强烈的时候浇水，植物可能会被烧死。此时的水已经被太阳烤得发热，植物娇嫩的茎叶根本无法承受这样的温度，热水也会让植物脆弱的部分受到伤害。为了确保水分有充足的时间渗透进土壤里，你要尽量在早上10点之前给花园里的植物浇水，光照变得剧烈之前再浇少许的水。下午浇水只会浪费资源，因为大多数的水在渗进泥土之前就蒸发掉了。2、16点后浇水。如果实在不方便，就在下午晚些时候给花园浇水。早上我们总有数不清的事情要做，所以不可能保证第一时间给植物浇水。如果某天早上你没能给植物浇水，就等到午后稍晚些，太阳的威力减退一些后再给植物浇水。这样植物既不会被水烫伤，土壤也能在夜幕降临之前变得干一些。如果你想下午浇水，务必等到4点过后，因为这个点之前的太阳光还是很毒辣，会烫伤你的植物。如果你必须在阳光猛烈的时候给植物浇水，偶尔1、2次还行，千万不要养成天天在这个时候浇水的习惯。3、不要在夜晚浇水。夜里浇水的话，水不会蒸发，而是滞留在植物的茎叶上。没有了阳光，泥土里的水流不走，就会形成自水。这种现象对植物来说非常不利，因为自水会令植物根系周围以及茎叶上长出霉菌和真菌。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时候，比如植物严重缺水，你等不到第2天早上到来的情况下，可以在夜晚浇水。再比如多肉植物，因为它们的根系细而密，特别是在夏季的时候，一定要在1天中天气最凉爽的时候浇水，才能保证多肉不化水、不死亡。但必须在夜里浇水的情况，水只能浇在土里，千万不要打湿植物。花盆也一定要放在底部能通气的地方，比如铁网或者有缝隙的木架之上。2、正确的浇水方法。1、浇水一定要注意正确的频率。一般说来，花园植物每周需要2.5厘米深的水灌溉，但是植物的品种不同，对水的需求也不一样。最好对植物的需水量做些调查，并密切留意植物的健康状况。如果植物看起来萎靡不振，说明水没浇够。另一个测试是否需要浇水的好方法是将手指插入土壤下方几厘米的地方。如果土是干的，说明该浇水了；如果土表下方是湿的，就再等一段时间。我们还要学会运用常识来判断浇水的频率。如果这周一直阴雨不断，就别要给植物浇太多的水。如果你所住的地方正处于干旱季节，植物就需要更多的水。2、水应浇在根的附近，而不是淋在叶子上。根吸收水分，滋养植物，水接触叶面后只会滴落或蒸发。浇水时，软管出水端、水壶或者自动喷水系统要对准植物下方，靠近根部的位置，这样才能保证根部得到充足的水分。从植物上方浇水会将植物整个淋湿，不利于植物的健康，比如水接触叶面后可能造成植物生霉或者灼伤。如果你没办法用水管给植物的根部浇水，就考虑使用尖嘴壶，从靠近土壤的位置给植物浇水。3、水渗透的越深远越好。健康植物的根系不会靠近土壤表层分散生长，而是深深扎入土壤之中。浇水的时候务必让水往下渗透，这样土壤才能彻底吸满水。水一定要将植物根部末端的泥土打湿，这样才能促进根系向下生长。这就是为什么有节制并且一次性浇透的浇水方式对植物来说最健康。所以，与其每天浇一点点，
不如每周选1-2天，让植物痛快淋漓地喝饱水。浇透不是拿着水管匆匆地将花园扫射一遍，而要保证每片区域浇满30秒或更长的时间。4. 检查水是否浇过头，水浇的不够或者太多都会要了植物的命，所以浇水的频率一定要适当，不可太过频繁。当植物出现下列现象，表明水浇的太多了。第一个就是叶片尖端变成黄色或者咖啡色，第二个就是叶子软塌塌的，没有生机，第三个就是叶片腐烂。以上就是介绍的关于拯救浇水过多和正确浇水的方法。如果你觉得对你有所帮助的话，请点赞、关注并多多转发。感谢观看，我们下期再见。